大家好，欢迎回到三更奇谈社频道。今天讲的故事比宫斗剧还狠，比权谋篇还惊心。一个皇帝养3000女人，钱从哪儿来？你敢信？这些女人不是花瓶，是人肉提款机。你看过妃子们穿金戴银，笑靥如花，可你没想过她们的妆容是血泪炼成的，她们的胭脂是百姓的命，她们的夜夜笙歌是整个王朝的呻吟。今天揭开一段被史书掩盖的野史秘辛：帝王后宫不是天堂，是吃人的深渊。明万历年间，宫女半夜哭，不是因为被罚，是因为下个月的银子还没发，不是拖欠，是根本没预算。可你知道吗？明朝皇帝一年花在后宫的银子40万两，这可不是小数目，相当于10万个普通百姓一年不吃不喝，只为一壶胭脂水。你敢信？一支口红贵过一亩田，一个贵妃洗澡烧的炭够养活5口之家。但问题来了，40万两银子从哪儿来？是国库出？不，是民间出。皇帝不动手，太监代劳。一个叫王的贪官自告奋勇，他说：我能搞到钱，只用一招，查土地，查户籍，查引田。结果一查出几百万贯，这钱呢，全进了皇帝的私库，专供验私赏赐，就是皇帝一个人的快活。别笑，这是实打实的史料，旧唐书写得清清楚楚。这王一年进钱100亿，你说他靠什么？剥削、压榨，拿百姓的命换皇上的笑。唐玄宗号称盛世之主，他有4万名妃子。你敢信？一个男人霸占4万人，但你更该知道，这4万人不是来享福的，是来被榨干的。他的钱从哪儿来？第一，国家拨款；第二，搜刮民财；第三，建小金库。他设了专门的财务官，专管这些私账。史书说，供人主验私赏赐之用，人主是谁？唐玄宗。所有钱财全为他一人挥霍，妃子们只是工具人。你以为后宫都是美人？错了，他们是劳工，每天梳妆，每月做账，年年送礼。他们的工资不发银子，发口头支票。皇帝说，等有钱了给你补，可往往钱没补，人先没了。清朝有个规矩，康熙爷说禁服反哺，什么意思？别乱花钱，别养太多女人，家法昭然，写在祖训里。可你想想，一个皇帝一生只爱一个女人，不可能。但清朝的制度却真管住了，后宫开支明码标价，连一瓶香油都得报批。这是节俭的胜利？不，这是强压下的无奈。因为国库空了，撑不住了。再看宋朝，仁宗赵祯最仁慈的皇帝，可他养妃子却最抠门。工人月俸12000贯，这数字吓死人。可后来呢？西夏入侵，边关吃紧，军费不够，怎么办？他把矛头对准了后宫。大臣说了，宫中闲人太多，耗粮如虎，应裁减开支从皇宫开始。赵祯真的裁了，他宣布皇后嫔妃全减半次，回赐之物暂停发放，后宫人员每人捐5个月俸禄补军费。你听听，皇帝的妻子要捐款救国，不是自愿，是强制。你说他们是妃子，他们是被捐款的韭菜。更狠的是，遇到灾年，国库空虚，皇帝就找借口，阴阳失调，阴气太重，后宫女人太多，充了龙气，必须放人以顺天意。于是大开宫门，放出宫女几千人。唐文宗一次放了1000人，宋仁宗几百人，唐宪宗更狠，
直接拉出200车，女人成群堆在路上，像被赶走的牲口。他们出宫后没人收留，有的嫁人，有的自杀，有的沦落街头，有的干脆被送进青楼，因为他们被当成残次品处理了。你以为皇帝真会善待他们？错，他们一无身份，二无田产，出了宫门就废了。皇帝说：你们自由了，但没人给饭吃。你有没有想过，一个女人从小选秀进宫几十年，只为了伺候一个男人，最后皇帝一句话：你们走吧，没有告别，没有奖励，没有保障，连条被子都不给。这就是帝王后宫，表面是天堂，实则是炼狱。但最讽刺的是，他们还在拼命争宠，争一口饭，争一抹胭脂，争一次临幸。因为不争就只能出宫，出宫等于死亡，所以他们宁愿跪着也不愿站着。明朝末年，崇祯帝上吊前，宫里还在发工资，不是真发，是发白条，写着呆有银再补，再可再也没银了。后来李自成攻进城，宫女们看着堆积如山的欠条，笑出声。我们等了一辈子，等的不是钱，是活着。可没人回应。有人说，皇帝最怕什么？不是战败，不是亡国，是后宫出事。一旦有女人生病，死在宫里，那就不只是人命，是天机泄露。所以宫女病了，直接烧了，不报不治不留痕。你想知道皇帝每天吃啥吗？吃御膳。可你知道御膳怎么来的吗？是太监逼着民间进贡，百姓卖粮养孩子，皇帝却拿去养3000女人。有宫女偷看过账本，上面写胭脂3万两，香囊500个，珠钗10箱。她哭着说，这不够养一个孩子。可皇帝不在意，他只在意今天谁没来伺候，谁的妆太丑，谁的腰太粗。你别笑，历史上真有皇帝为一个宫女跳脚，因为那女人多看了他一眼。他下令所有人关禁闭3天，连太监也不敢动。你看看现在那些宫斗剧多浪漫多唯美，可真实历史全是血和泪。有人问，为什么皇帝要养那么多女人？因为权力需要工具，权力需要宣泄，权力需要象征。他一人统治万民，他一人拥有万千美人，这是权力的外衣，也是精神的麻醉。但代价谁来付？是女人，是百姓，是整个王朝的命脉。最狠的不是皇帝，是制度。他让皇帝想不花也得花，想不贪也得贪。因为后宫成了合法吸血机器，到了清朝晚期，皇宫连饭都吃不起，可贵妃穿的绣鞋还要用金线。为什么？因为规矩不能破，一旦破了就是失仪，失仪等于大逆。所以宫女们饿着肚子还要穿金戴银，为的不是美，是不掉身份。更荒唐的是，有的嫔妃被皇帝关了10年，只因为一句话，你太丑了。他们连出宫的资格都没有，死在冷宫里，连尸首都找不到。你知道吗？古代一个宫女的寿命平均不到40岁，不是病死，是累死，是饿死，是被折磨死。而皇帝活到70岁不算长寿，可他们死后陪葬品满地，金银玉器堆成山，可那些女人连棺材都没有。史书说，明之际，脂粉钱碎至40万两。这话背后是几百万百姓的苦难。一个贵妃的妆容费构建3座官仓，一个皇帝的夜宴能养活5000穷人10年。有人说这是历史的无奈，可我问你，一个王朝能不能不这么干？能不能少养一个女人？能不能少花1两银子？答案是能。
但皇帝不会，因为权力从来不是理性的，是欲望的产物。最后，我想问你一句：当一个男人拥有了全世界，他该不该拥有全部女人？当一个皇帝养了3000女人，他有没有想过那些女人连名字都没人记得？她们的名字不在史书里，不在碑文上，甚至不在他们自己手里。她们是历史的影子，是权力的燃料，是被遗忘的祭品。而今天我们讲这个故事，不是为了骂皇帝，而是为了提醒你，看那些华美宫殿时，别忘了砖下埋着多少血泪。记住，每一个盛世的背后都有无数女人被悄悄放逐，每一次烟花璀璨都有一个宫女跪在黑暗里，等一缕光。别忘了，你眼里的繁华是别人一生的牢笼。我是三更奇谈社，带你走进正史之外的暗影江湖。下期见。也许我们讲讲那个被活活饿死在宫里的皇后，她连死都没人收尸，但她的故事值得传下去。